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台北街头的人们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上班，但谁能想到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子里，一条劲爆的消息在国际间悄然传开。美国在2025年派遣了500名美军驻扎台湾。500这个数字可不小，比起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台人员的维持神秘，这次的信息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。在许多人印象中，自从1979年美军撤出台湾后，台湾岛上就几乎没有美军的身影了。如今，美军士兵竟然又悄悄地现身台湾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要开战了吗？还是另有隐情？别急，我们今天就来抽丝剥茧，把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。故事得从头说起。自从上世纪美台分手，美国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，美军部队在台湾销声匿迹了数十年。曾几何时，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美军在台驻扎可不是新鲜事。据说当年最多时有3万美国大兵在台湾服役，协防这个冷战前线的岛屿。然而1979年中美建交，美国遵循与北京的协议，撤走了所有在台军事力量，台北的美军旗帜缓缓降下，美国在台湾的防务指挥部走入历史。从那以后，台湾仿佛成了一只离巢的小鸟，表面上要独自面对强邻中国的压力。当然，美国并没有真的撒手不管。根据台湾关系法，美国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，只是美军人不给你，人在现场。所以几十年来，美台关系有点像地下恋情，军事合作一直有，但都低调进行。例如，台湾军队会派人去美国受训，美国也会派少量军事顾问来台指导，但这一切都很少搬上台面说。你可能会问，既然如此，这次突然冒出来的500名美军又是哪儿来的呢？难不成美国大兵集体度假迷路到了宝岛？别急，这正是我们要揭秘的第一层谜团。今年5月，在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，一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少将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：美军驻台的联合训练部队规模已经达到500人。这句话一出，可把在场和幕后关注的人都惊了一跳，因为美国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驻台美军的人数，一直以来大家只知道有那么几十位美国顾问在台湾协助训练，没想到实际规模已经涨到了数百人的级别。这位少将姓蒙，名哥马利，他在听证会上可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不仅透露了500人的现状，还建议未来把这个数字扩大到1000人。这意思很明确，要让美军在台组成一支有实战能力的训练部队。怎么听都有点像电影情节。悄悄潜入台湾的美军部队正在扩编，目标是打造战斗队。消息传出后，各方反应不一。首先是台湾内部，其实有点将信将疑。台湾国防部对具体人数三缄其口，只表示美台军事合作一直都有，但细节不便公开。这也难怪，从台湾角度看，500人虽不多，可毕竟涉及美国军事人员踏上台湾领土，属于相当敏感的议题。北京方面则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众所周知，北京一直是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最忌讳外国驻军。尽管500名美国教官不像公开设基地那样张扬，但在北京眼里，这已经是在触碰红线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很快跳出来表态，谴责美国玩火自焚，要求美方停止提升同台湾的军事联系。一些大陆媒体更是渲染说，美国这是在搞切香肠战术，一步步突破一中原则，警告解放军不得不严阵以待。那么，美国自己是怎么看的呢？耐人寻味的是，美国政府对此事相当低调，没有召开发布会承认，是的，我们派了500勇士驻台。美国防部官员面对记者提问时，多半打太极。我们对台政策没有改变，一切都是基于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。言下之意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把模糊策略进行到底。这种战略模糊的表态，其实正符合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政策的风格，既要让台湾知道我们撑你，又不能刺激大陆到立刻翻脸。不过话说回来，500名美军来台的背景并不突然，其实是美台军事合作升级的结果。要知道，过去几年台海周边风高浪急，解放军的军机频繁绕台演训，让人仿佛闻到一丝火药味。美国自然不愿坐视盟友，虽然台湾不是正式盟友，但关系胜似盟友，孤单紧张，
于是逐步加强了军事协助。早在2021年，就有媒体爆料说美国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员少量驻台训练，当时数字传闻只有几十人，引发一阵轰动。而2023年，美国国防部据传将人数增加到100-200，如今2025年来到，数字揭露已经涨到500，可见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决定，而是逐年递增的结果。说白了，美国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别打台湾的主意，我们可是实打实在帮他们提高战力。从战略考量上分析，美军悄然进驻的主要目的还是训练与威慑。训练方面，不妨举个例子，美国计划提供台湾400枚鱼叉反舰飞弹，但如果台湾士兵不会操作部署，再好的武器也是烧火棍。于是美国教官们的任务就是手把手教学，帮助台湾建立一支真懂实战的防御部队。他们教的不只是射击技巧，更包括整体作战观念，例如如何多层次防御，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抵抗等等。这些宝贵经验都是台湾军队过去比较缺乏的，有点像游戏里高等级玩家带新手练级，美军在扮演那个老司机角色。另一方面，威慑的含义也很明显，500名美军哪怕只是教官，也等于在台湾这块可能的冲突热土上放了500颗人肉炸弹。真要有事，这500个美国人要是伤着性命，美国能袖手旁观吗？这其实形成了某种战略临界。历史上，美国曾在冷战时于西柏林驻军，哪怕人数不多，但苏联如果胆敢动手，就会伤及美军，从而引发全面对抗。同理，解放军若真想对台动武，岛上有美国人在场，就不得不更加投鼠忌器。可以说，这500人不仅传授技能，更起到一种非官方的保证作用，让北京清楚美国的关注程度。当然，国际反应方面，除了中美台三方的直接交锋，其他国家也在密切关注这一动向。像日本就对台海安全极为上心，一旦台海爆发冲突，日本自身安全和经济都会遭殃。所以有评论认为，日本对于美军加强驻台训练是默许甚至欢迎的，因为这提升了台湾的防卫能力。再比如欧洲各国，虽然离得远，但近年来欧洲议员访台，关切台海和平已成为趋势。如果美国增强军事介入，有些欧洲国家可能暗地松口气，毕竟有人冲在前面了。当然，也有人担忧局势升级，主张缓和紧张。不过整体来说，民主阵营的舆论对美国强化支持台湾是理解甚至支持的，他们把这视作对抗威权扩张的一环。说到这里，这500名美军驻台的谜团算是揭开了一半，原来是为了训练与下阻，是情势所需，水到渠成的举措。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故事的第二层还牵扯出高科技产业和人工智能的身影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500名军人的背后居然还藏着 AI 发展的影子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提起台湾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美食、风景或是复杂的政治地位，但在战略圈子里，台湾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——硅盾。什么是硅盾？简单说就是硅晶片，也就是半导体芯片形成的保护盾牌。台湾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产业，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高端芯片的代工制造。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机、电脑，还有时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运算，都离不开台湾产的芯片。正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替代，有人说中国不敢轻易打台湾，因为会毁了全世界的芯片供应，这等于保护了台湾。这就是硅盾概念的由来。现在我们的故事把 AI 也拉进来了。AI 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算力，而算力需要什么？需要大量先进芯片和数据中心。恰好这些顶尖芯片大部分都是台湾制造的，比如用于机器学习的高端图形处理器，许多都是美国设计，像 NVIDIA 再由台积电在台湾生产。如果把全球芯片产业比作一场接力赛，台湾就是最后冲刺的那一棒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台湾的芯片工厂出了问题，可能我们手上的手机都要断货，更别提训练什么人工智能模型了。美国派军力协助台湾，表面看是出于地缘安全考虑，但背后也有保护科技优势的意味。美国近年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激烈，尤其在 AI 和半导体方面。
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芯片是现代战争的石油， AI 是新世纪的核武。听起来夸张，但并非空穴来风。掌握最强大的 AI 技术和生产最先进的芯片，几乎等于掌握了未来经济与安全的制高点，而台湾正是攥着那关键的芯片制造能力。如果有一天台湾落入北京手中，那么中国可能一夜之间获得全球最顶尖的晶圆厂和技术人才，这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个不能接受的局面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驻扎500名美军也有保障科技命脉的意味。他们不是直接去看守台积电大门，但美军存在本身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震慑，让人不敢轻启战端，从而保护了台湾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安全。举个例子，有猜测认为，一旦台海有事，美国和台湾方面可能会优先确保芯片厂的安全，必要时甚至转移或销毁关键设备，绝不让这些最先进的技术落入对方手里。当然，这是下策，没有人真想走到那一步。更理想的剧本是，有了美军的协助和威慑，冲突不发生，台湾的工厂继续欢快地运转，全世界的科技公司也都松一口气，因为没有芯片就没有新手机、新汽车，更没有高级 AI 模型。除了芯片工厂本身，还有其他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值得一提。比如台湾作为重要的科技中心，许多国际科技巨头在那设有数据中心或研发据点，储存和处理着海量数据。谷歌就在台湾桃园建立了大型数据中心，为亚洲地区的服务提供算力支撑。这些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同样需要安全保障，不然一场战争过去，数据丢了，服务瘫痪，影响波及全球网民。再有，台湾周边海底有很多通信光缆，是国际互联网的重要枢纽。如果台海紧张升级，美国和台湾也势必会更加注意这些基础设施的防护，甚至美军可能帮助监测、维修，防止有心人切断通信。这么说来，美国和台湾的合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结盟，更有点科技同盟的味道。美国近几年通过一些法案，比如晶片与科学法案，鼓励芯片产业在美国本土投资，但短期内仍然离不开台湾供货。所以美国一方面加紧培养自己国内的半导体生产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拉起芯片四方联盟等机制，把台湾、日本、韩国都拉进朋友圈，共同限制高端芯片流向中国。这背后逻辑很清晰，技术优势不能拱手让人，要利用一切资源保持领先。台湾作为盟友贡献技术，美国则提供安全保护伞，这买卖看起来对双方都有利。不过呢，凡事有利也有弊，从中国的角度看，这一切更像是挖墙脚和技术围堵。北京当然对美国联手台湾打科技牌非常不爽。2022年以来，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半导体出口管制，让中国高级 AI 芯片严重短缺，这让中国更加认定美国是在利用台湾优势遏制中国发展。所以有些鹰派人士可能会想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早点收复台湾，起码把那颗芯片明珠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当然也有人担心，武力犯台，万一芯片厂尽毁，反而得不偿失，毕竟拿到一座废墟意义不大。总之，科技这个维度让台海博弈更加复杂，也让美军的到来多了一个隐秘的注脚。讲到这里，你或许发现，我们从500名美军聊到了芯片和 AI， 台海问题已经不是孤立的军事话题，而牵一发动全身，连你我日常使用的设备都跟它有千丝万缕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平时大家觉得遥远的战略问题，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头条上。可别忘了，我们还有第三层故事没说呢。关于台湾自己的努力和那些美国将军们的谏言，500美军来了是一回事，但台湾自己要不要更卖力？美国的大佬们对此也有话要说。就在透露500美军驻台的同一个场合，那位美国退役少将蒙哥马利还抛出了另一个重磅建议，台湾应该在2028年前把国防预算提高到相当于 GDP 的 5%。这个数字一出口，不光台湾代表瞪大眼，连一旁听政的美国议员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要知道，目前台湾的国防预算大约只占 GDP 的 2% 左右，
最近积极增加，也不过朝 3% 靠近，一下子跳到 5%， 几乎要翻倍，等于让台湾狠狠勒紧裤腰带，全力买武器备战。美国将领这是要台湾拼了命武装自己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？先别急着吐槽，美国人真敢开口，咱们分析一下他为啥这么说。蒙哥马利少将和另外几位出席听证的美国前高官，包括前副国务卿坎贝尔、退役将军弗林等，都是研究印太安全的行家里手。他们之所以敦促台湾狠砸钱，一个主要原因是时不我待。他们判断北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台湾动手，至少风险在上升。坊间甚至有个说法叫2027威胁论，意思是到2027年前后，解放军就可能具备犯台实力。因此，在剩下的这几年窗口期内，台湾必须加速提升下阻能力，错过就来不及了。那提升战力最直接的方法是啥？无非是买更多更好的防卫武器，加强训练和后备等等，这些统统要烧钱。而 GDP 的 5% 只是一个目标，意味着台湾得拿出国家产出很大一块投入国防。如果按现在台湾经济规模计算， 5% GDP 大概相当于一年新台币1兆2000亿以上的军费，这个数目占台湾政府全年总预算将近一半。难怪台湾有学者泼冷水说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在非战争时期有办法这么编预算的。确实，和平时期让全民每赚2块钱就有将近1块钱花在国防上，听起来像是要全民吃草备战，非常严苛。不过美国将领们并不是信口开河吓唬人，他们也举了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建议。比如有人提到以色列国防预算常年占 GDP 约 4.5%， 但人家全民皆兵，多年战乱中屹立不倒，可见民主国家在生存压力下提高军费也不是没先例。另外，冷战时期的美国军费占比也曾经常在 5% 以上，当年为了对抗苏联，美国不也勒紧了裤腰带吗？美国专家的逻辑是，台湾现在面临的威胁已经类似于以色列那种国家存亡危机了，所以不拿出点非常举措，怎么让朋友相信你真有决心自我防卫？其实美国这边呼吁台湾多花军费的还不止蒙哥马利一个，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类似的话，建议台湾至少把军费增至 GDP 的 5%， 以展示自我防卫的决心。美国智库的专家、国会议员里也有不少人敲打台湾，你们自己都不积极，我们凭啥更卖力？他们担心台湾重视不够，像以前一样口惠而实不至。毕竟早在陈水扁当总统时就承诺过军费要达到 3% GDP， 可20年过去了还没完全达标。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印象让一些美国人心里打鼓，所以干脆定个 5% 的高目标，倒逼台湾认真起来。台湾各界对此反应如何呢？可以预料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响亮。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方面，原则上乐见提高国防预算，因为民进党一直强调自我防卫、加强战力的重要性。现任总统赖清德就曾宣示，要让国防支出逐步接近甚至超过 3% GDP， 并编列特别预算购置先进武器。对于美国 5% 的呼吁，赖总统没有公开表态照办，但可以想象他心里明白美方是为台湾好。不过现实层面，民进党政府也清楚 5% 在短期内相当困难，一来经济状况不允许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，二来立法院里在野党可不会轻易点头让你狂加预算。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态度就比较保留，甚至有些反对。他们质疑 5% 是否有必要，认为国防当然要强化，但也要结合两岸关系策略，不能光拼军备竞赛。国民党一些人士主张通过缓和两岸关系来降低战争风险，而不是一味砸钱买武器。他们暗指民进党的路线刺激了北京。还有人担心把钱都投军火上会拖垮经济民生，毕竟台湾还有少子化、养老、产业升级等一堆内政要花钱。如果军费膨胀，政府恐怕得提高税收或削减其他开支，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。总之，反对者调侃说 5%， 那以后马路修缮、社福补助都没钱咯？难道大家准备天天吃方便面供军费吗？社会舆论方面，台湾民众对此也是见仁见智。有些人认为
增加军费是必要的保命投资。看看乌克兰的遭遇就知道，拳头不硬怎么保家园，多花钱买平安值得。尤其是年轻一代，经历了乌克兰战争的震撼教育，支持强军备战的比例有所提升。不过也有人怀疑美国的动机，觉得美国让台湾拼命买武器，有自身军火商发财的嫌疑。最后台湾可能花大钱买了一堆装备，却未必用得上，有点像买了很贵的保险，但真出事，保险公司未必理赔。这部分人担心的是，万一两岸真的开打，美国会不会光卖武器，不出兵相助，最终台湾花了 5% 的 GDP， 结果还是孤军奋战。这种心态可以理解，毕竟没人想当第二个乌克兰，打成废墟才得到别人的援助。面对这些疑虑，美国方面其实也给出了一些正向激励。比如有人指出，如果台湾展现出 5% 这样的决心，美国国内援台的阻力也会减少。美国选民看你自己都拼了命，才更愿意他们的政府冒险伸手帮忙。如果相反，台湾一副当个肥羊等别人来救的样子，美国人心里也犯嘀咕。说到底，安全保卫终究是要自己负责为主，外援为辅。美国将领们的苦口良药听起来不好吃，但也许真是为了台湾好。不过要再好，也要量力而行。5% 目标到底切不切实际，台湾政府还得慎重评估。眼下赖清德政府已经在往 3% 努力，明年选举过后，不管谁执政，国防预算大概率只升不降，只是未必能飙到 5% 那么猛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话题也让我们见识了台海局势的另一面，不只是枪炮坦克，经济和财政也是武器啊。军费开支的多寡会影响一个地方长期的竞争力和民心士气。用幽默一点的话讲，如果台湾真的一年到头 5% GDP 投军备，那全岛人民可能要少喝很多杯奶茶，把省下的钱送去买导弹了。这样的日子，老百姓可不一定愿意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不强化军备，一旦有事，失去的可能是家园自由，到那时想喝奶茶都没地儿买了。这就是现实的两难，和平要付出代价，自由更需勇气和成本。聊完了500美军和 5% 军费，我们已经把故事的大部分要素铺陈开来，有外援，有科技，有钱粮，还有暗流涌动的战争阴影。最后，我们来从美国、中国和台湾三方的政策角度，看看这盘棋每一方的打算和可能的影响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是从各个单点看问题，现在换个广角镜头，看看整个局势全貌。现在让我们化身编剧，脑补一下美国、中国、台湾三方在这场大戏中的台词和心思。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算盘，各自在地缘、政治、安全、经济和科技等方面都有所图谋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台湾问题已成为印太战略中的核心一环。华盛顿的决策者心里清楚，台湾不仅仅是一座小岛，它在战略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位置，守着第一岛链要口，扼住了西太平洋的咽喉。如果让北京拿下台湾，那么中国海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太平洋，在美军和盟友家门口晃荡，这是美国绝不愿意看到的情景。所以，美国的剧本定位很明确，台湾不能丢。无论是出于维护自由民主阵营的一块堡垒，还是保护自己的全球威望和印太防线，美国都在尽力防止台海落入中国之手。说白了，这是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信誉的一次考验。如果台湾失守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都会寒心，日韩等国可能会怀疑美国安保承诺的可信度，进而动摇整个地区的同盟体系。从安全角度，美国采取的是增强威慑、避免冲突的方针，派500名军人驻台训练，提升台湾军力，还有频频在台海周边展示武力，比如美国海军舰艇定期通过台湾海峡，联合盟国在附近军演，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北京，别轻举妄动，我们随时关注着呢。然而，美国又不想过度刺激中国，毕竟一旦擦枪走火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所以他的剧本拿捏得很微妙，增援但不过分公开，表态但留有余地。这种暧昧其实就是典型的战略模糊政策在发挥作用，不明说哪些红线保证出兵援台，但暗示会做很多举措来让中国忌惮。美国希望这种模糊能促使两边都保持克制，最终达到冷和平的状态，至少拖延冲突。经济上，美国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，
正如前面提到的芯片因素，美国经济跟台湾早已绑在了一起，特别是高科技行业。如果台海有事，美国自身的科技产业和整体经济都会遭受重创，这点决策者不会不顾。此外，台湾还是美国在东亚第10大贸易伙伴，美国企业在台投资也不少，保护台湾稳定，其实也是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供应链安全。因此，美国在剧本中扮演的角色，并非完全舍身取义的老大哥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。当然，这利益和价值观是混合在一起的。美国政客对内宣传时更多强调台湾的民主、自由需要保护，这是价值的一面，但在幕后沙盘推演时，战略和利益的一面也绝不会少。科技领域，美国从台湾获得芯片等合作的同时，也在积极防范中国利用台湾科技反超自己。美国政府这几年限制台积电向中国提供先进制程芯片，游说台湾不要把最尖端的技术转移到大陆，这些操作其实就是怕自己的技术优势被稀释。某种意义上，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是在同步进行，双管齐下，一手拿盾，一手挥剑。盾牌是保护台湾安全，长剑则是直指中国在科技上崛起的势头。剧本里，美国希望看到的是台湾安全无虞地待在自己一边，共同构筑一道高科技壁垒，把中国挡在外头。这样的宏图若实现，美国在21世纪的科技和军事主导地位就更稳固了。再来看北京这边，如果让中国来写剧本，那核心剧情就是祖国必须统一，外人不得插手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，台湾问题不仅关乎国家版图完整，更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。一旦出现台独或外国势力军事驻台，这在他们剧本里就是最紧急的情节，红线被踩，需要强力反制。中国近年来不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，解放军更是日益频繁地在台海秀肌肉，其实都是为剧本高潮做铺垫，向各方传递决心。我们真会动手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在安全层面，中国苦心经营的就是反介入、区域拒止战略。通俗点说，就是要让美国插不上手。如果将来他真要对台采取军事行动，肯定希望美日的支援被阻挡在远处，无法顺利驰援台湾。为此，解放军打造了大量东风系列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，专门瞄着美军航母和基地来。还有快速扩张的海军舰队、空军远程打击能力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围城打援时能挡住外军。这是一场军备竞赛式的剧本，你出500美军顾问，我就100枚导弹瞄准可能的登陆点或空军基地；你提高台湾军费，我就加速添置战机军舰。可以想见，如果双方都按照这剧本走下去，台海将变得愈加军事化，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擦枪走火的事故。但中国的剧本并不只有武力选项，它也设定了文攻武下双管齐下的桥段。一方面，北京通过外交和舆论不断警告美国和台湾，试图用强硬表态乃至小规模军演来吓退对方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会利用经济和政治杠杆来拉拢台湾人心或孤立台湾当局。举个例子，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，北京可以祭出贸易限制来施压，如之前暂停进口台湾部分水果和食品，就是敲打意味浓厚。另外，北京还在国际上挖台湾的邦交国墙角，让台当局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无援。这些都是剧本里精心设计的桥段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台湾民众觉得前途在大陆而不是靠美国，让外部支持者觉得插手台湾不划算。从经济上讲，中国也有顾虑，台海爆发冲突的话，中国自己肯定也要付出惨重代价。别的不说，中国沿海经济带和台湾联系紧密，很多中国企业和台湾有贸易往来，甚至投资。如果打起仗来，中国经济必然受挫，更不用说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制裁可能接踵而至，那将是比俄乌冲突后果严重得多的全球经济地震。所以在中国的内定剧本中，最理想的结局是和平统一，即通过施压和利诱，让台湾自愿回到祖国怀抱，兵不血刃。这剧本当然很美好，但目前看实现难度极大，大部分台湾人并不买账，所以北京才准备了5桶剧本
作为 Plan B。只不过剧本的时机选择上，中国领导层会慎之又慎，他们会考量国际形势、自身军事准备程度，还有国内舆论准备等因素，然后才决定什么时候上演中穆一战。科技方面，中国对台湾半导体的垂涎是公开的秘密，但正如前面说的，如果不能完整获取那技术与产能，武力手段就显得代价高昂。因此中国也在剧本里写了另一条路径，自主研发。近年来大陆投入巨资发展本土芯片产业，培养科技人才，企图减少对台湾和西方的依赖。虽然短期内还追不上台积电，但剧本安排是即使拿不到台湾，也要在未来靠自己解决卡脖子难题。当然，如果统一了台湾，那是最爽的捷径，可以直接把台积电收为己用。前提是那些工程师愿意乖乖继续干，不被吓跑，设备厂商也不把关键机器远程锁死。这些细节都充满不确定性，所以北京仍在纠结最佳剧本走向。而在纠结的同时，他们会继续以各种方式警告美国和台湾，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，希望剧本的最后一幕能不战而胜，或者以最小代价胜。最后登场的主角当然是台湾自己。台湾在这场三方剧本里，处境其实是最困难的，他必须在枪炮与橄榄枝之间反复权衡，走钢丝般求生存。台湾政府当前的政策可以概括为8个字：强化自卫，争取支持。一方面，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，他们逐年增加国防投入，延长男性义务兵役从4个月恢复到1年，并向美国采购各种先进武器，从 F-16V 战机到地表最强的爱国者导弹，全方位武装自己。台湾军方也在改革战术，更注重不对称作战能力，比如发展射程覆盖对岸的巡航导弹，批量生产反舰飞弹，购入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等等。说的直白些，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一只豪猪，浑身是刺，让对岸想咬又咬不动。另一方面，台湾也没有放弃橄榄枝，即试图以和平方式维持现状，甚至改善和大陆的关系。毕竟多数台湾民众还是希望两岸和平相处，不愿意真的兵戎相见。前阵子台湾还开放让部分大陆旅客恢复旅游，双方民间交流在疫情后慢慢重启。这些举措背后的思路是，军事上不示弱，态度上不挑衅。台湾领导人多次强调不挑起事端，但也不畏战，基本就是这个调调。在国际上，台湾更是小心翼翼，他一方面争取美国、日本等大国的公开支持，比如邀请议员访台，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等等，以此提升自身能见度。但另一方面，台当局也没有走向法理台独那一步，因为他们清楚那真是北京的开战红线。不过台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不同党派对剧本走向意见颇异。民进党政府倾向继续靠拢美国，认为唯有站稳民主阵营，让老大哥有利害关系绑在一起，台湾才安全。而国民党等蓝营则更多主张与大陆缓和，他们觉得与虎谋皮也许有一线生机，总比枪口相向好。所以台湾每逢选举，实际上也是在不同剧本选项之间摇摆。以最近的选举为例，假如亲美抗中的候选人胜出，美台军事合作就可能更进一步。反之，若亲陆缓和的人上台，也许会对500美军驻台这种事踩刹车，试图用降低美军存在来换取北京善意。当然，北京是否领情又是另一回事，这些变数都还在剧本未定稿里，有待时间去揭晓。从经济角度，台湾其实一直走在钢丝上，一边它高度依赖对大陆贸易，每年数百亿美元顺差靠大陆市场，另一边又离不开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投资、技术支持，两头都不能得罪太狠，这让台湾在制定政策时经常进退维谷。比如在半导体领域，台湾一方面答应美国建立在美工厂，配合出口管制，另一方面又怕彻底惹毛大陆，或让自身产业空洞化，因此宣称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，不会全部搬走。这种平衡术也是台湾在经济科技领域剧本里的求生招数，既当龟盾，又不当别人附庸，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，争取战略自主。当然，说来容易做来难，现实中台湾越来越卷入美中对抗结构，想左右逢源几乎不可能，只能尽量降低一方的敌意，增加另一方的信任，这是一门高深的艺术。至于科技社会层面，
台湾也在做最坏打算。过去台湾社会对战争的想象很遥远，但眼下政府和民间开始认真演练一些应急方案，比如城市防空演习、宣传战时避难知识等等。台湾还在着手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，例如分散燃料储备、建立备份通信系统等，以防止冲突中被全面瘫痪。当然，普通老百姓并不会每天苦大仇深地准备上战场，大多数时候日子还过得照旧，只是偶尔他们在看新闻或社交媒体时，心头也许会闪过一丝不安，两岸真的会打起来吗？然后有人调侃，管他呢，吃饱饭最重要。这种自嘲中带着点无奈和乐观，也体现了台湾人在长期夹缝中求生练就的心态。剧本无论怎么紧张刺激，生活还得继续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走完了台海风云的3层故事，从500名美军的神秘现身，到芯片 AI 的暗战，再到5%军费的激变，以及美中台三方的明争暗斗。这一切编织成了一幅复杂而扣人心弦的图景。也许你会觉得信息量太大，有点眼花缭乱，但这正是现实的写照。国际政治本就是这样多线并行、环环相扣的悬疑剧。那么最后，不妨大胆猜想一下未来的情节走向，会不会某一天，美国在台湾的驻军从500扩充到1000乃至更多？会不会台湾真的下决心把军费提高到 5%， 全民总动员备战？又或者中国在某个关键节点认为时机已到，剧本突然翻页进入摊牌模式？这些问题现在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，也正是台海局势的悬念所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各方都在仔细观望对手的一举一动，像下棋一般谋篇布局。地缘政治上，台海已成为大国角力的焦点；安全上，一方增强军力，另一方也不会停步；经济上，全球化与封锁博弈交织，让许多企业也战战兢兢；科技上，芯片与 AI 更使这场博弈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在未来若干年内，台湾海峡恐怕还是全球最令人屏息关注的热点之一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画面，台北街头依然车水马龙，人们忙碌生活，而在看不见的暗处，国际博弈的巨轮滚滚向前。500名美国士兵可能正在某个基地训练台湾新兵，工程师们在晶圆厂里夜以继日赶制下一代芯片，政府官员们则在沙盘上推演各种剧本。这一切都像电影一般精彩，却又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。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们拭目以待下一章的展开。在此之前，希望这期揭秘能让大家对台海这出复杂大戏有了更清晰的了解。当你再次听到相关新闻时，不妨想起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幕后故事，有惊心动魄，也有苦涩无奈，但为了和平，我们都只能期盼理性的力量最终占上风。